各位同学，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 HSK 6级考前辅导系列课。在今天的课堂上，老师将要和大家一起学习如何去辨析一下两个意思比较相近的词。之前呢，我们已经了解过了名词和动词应该怎样去辨析。在今天的课堂上，我们将要一起去学习，大家遇到形容词的时候，应该从哪几个方面去看一看它们之间到底有什么不同的地方。首先呢，我们先来看一看，当大家遇到形容词的时候，第一步呢，首先应该要知道这两个词它们分别是什么意思，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第一步就是从词义的角度来分析。不同的词义放在不同的语境当中，所以如果两个词只是看起来长得像，但是意思完全不一样的话，这样就比较容易了。除了看词义之外，还可以看褒义还是贬义。在形容词当中也有非常多的意思差不多，但是情感不一样的词。有的呢，只是去形容一些比较好的事物，有的形容词呢，它就是专门说一些不好的事物。比如说骄傲、自满，这两个词它们就是有感情色彩的。在这里呢，先给大家卖一个关子，我们也会在之后的词语辨析当中看到怎样从情感，也就是褒贬这个角度去分析一下形容词。第三个呢，就是去找一找它的形容对象，也就是说它经常用来形容哪一类的词。形容词一般是用来形容名词的，那对于特定的一些形容词来说，它喜欢和什么样的名词在一起呢？这个也是需要大家平时在做题、阅读的时候多多积累，多多去发现。最后一个，如果你在考场上遇到了一对形容词，怎么都想不出来，它们俩到底有什么区别？应该去选择哪一个形容词呢？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给大家一个小窍门，你可以去想一想，这个形容词它的反义词是什么？通过反义词来判断是不是可以在这样一个语境当中去使用这个试卷上边给大家提供的这些形容词。好，词义、褒贬、形容对象和反义词，这呢是4个方面可以提醒大家如何去分析这类的词，还有如何在考场上边去想一想到底应该选择哪一个正确的词语。好，具体的方法呢，我们在每一组形容词、近义词的辨析当中来为大家一一的看一看、解答一下。我们先来看我们今天的第一组词，一个是显著，一个是明显。从词义的角度来看，好像都差不多，都是为了凸显一样的东西。但是它们两个之间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说如果词义差不多，就去想一想褒贬。那这两个也分不出来个谁是褒义词，谁是贬义词。那我们还有什么角度呢？我们还可以去看一看它形容的对象。碰巧了，第一个显著它只用在抽象名词的前边。也就是说，那一些比较具体的名词，你是不可以用显著来形容的。而我们的明显就不一样了，它不光可以去形容那些比较抽象的词语，包括一些非常具体的，可以看到实物的那些名词，同样也可以用明显来形容。也就是说，如果大家在考试的时候碰到了显著和明显，需要你2选1的话，你去看一看它所形容的这个对象到底是一个抽象的词，还是一个非常具体的，我们说能够找到实物的这样一种名词呢？如果是一个实物类的词，那不要去犹豫了，直接去选择明显就可以了。在辨析显著和明显这对近义词的时候，我们用到了形容对象这个方法。好，下边呢，我们就从几个例子来看一看，到底怎么去辨
什么是抽象名词，什么是具体的名词呢？先看第一个例句，在北京学了1年，他的汉语水平有了，在这里给大家的答案是显著和明显都可以使用，有了明显的提高或者有了显著的提高。我们说它修饰的名词是什么呢？是什么提高了？是它的汉语水平。这个汉语水平有一个实际的东西可以摆在你面前吗？没有，它没有实物，对吧？所以说我们说呀，这个汉语水平它就是一个抽象的名词，而抽象的名词呢，这2个词显著和明显都可以使用。我们再来看今天的第2个例句，这个饭店的服务质量比过去有了，同样是抽象的，所以显著和明显都可以用，在这里就是有了显著或者明显的改进。它形容的对象是什么呢？一起来找一找。在第2个例句当中，这一对形容词它们形容的对象是服务质量。这个质量啊也是看不着摸不着，对不对？没有一个东西可以放在那里你摸一摸，这个就叫质量，它不是这样的一种有实物的名词，所以它就是一个抽象的名词。所以呀，我们在这里用的是显著或者明显都可以。那到底什么样的词叫具体名词？什么样的词只能用明显来形容呢？我们接着呀，再来看一看下一个例句。因为年代久远，字迹已经不太明显了。第3个例句当中，终于用到了明显，应该说只用了明显这个形容词，而不可以使用显著。为什么呢？它的形容对象是字迹非常好。这个字迹你能看得到吗？当然可以，人家都写在书本上了，对不对？写在了纸上，你是可以看得到的，它就是一个东西，所以这个是一个具体的名词。我们在这里呀，只能用明显，因为只有明显才可以去形容这些具体的名词。好，看完了3个例句，想大家应该呀有对它们2个的用法有一定的了解了吧？那我们就做一道练习题，你来判断一下，在这个句子当中，这个形容的名词是具体的还是抽象的？我们应该用显著还是明显呢？第4个例句留给大家，告诉老师答案。老师一边读，请你一边说出答案。伤好以后，留下了一个什么样的伤疤？告诉我，伤疤的形状、伤疤的样子，你能看得到吗？当然可以，非常怎么样？应该是一个明显的伤疤，一不小心受伤了，留了一道疤痕。这个疤痕啊，是可以看得着、摸得着的具体的名词，所以我们在这里用明显，而不可以用显著。好，这是我们今天看的第1组近义词。再来看第2组，悠久和长久这2个词呀，其实从第1点来看，也就是它们的词义就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悠久它说的是年代久远，而长久只说时间很长。也就是说，这个时间段呀比较长，你要说时间长的时候，我们说的是长久，时间比较长的一段友谊，长久的友谊，对不对？但是悠久啊，是说一个东西，它的年代非常久远，年代久远，当然就是可能很早之前就已经有了。经常我们说，历史悠久，中国有5000年的历史，这个年代呀非常久，我们就用悠久来形容。
好，接下来呢，我们一起再来看一看它们形容的一些对象有什么细微的差别。说悠久呢，说的是年代久，什么样的东西它年代比较久呢？比如说我们经常在读文章的时候会看到说一个地方历史悠久，刚刚也说过了，还有文化，非常好。第三个呢，年代，说的就是年代久远嘛，当然也可以说年代悠久。第四个是传统，这些东西都是历史时间非常非常长，很有年代感的一些东西，所以它这个悠久所形容的是时间非常非常长，有很多年的历史，这样之类的东西或者说词汇，我们才可以用悠久来形容。而长久就不一样了，它不说年代，而说时间。也就是说，和悠久比起来，长久其实就不会那么长的、那么悠久的历史了。它形容的一些内容主要是，比如说我们做个打算，不仅要考虑今年的，还要考虑10年、20年以后的。但是呢，你也不会说，我要考虑1000年、5000年之后的，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长久打算。第二个呢是使用。你希望我的东西能够使用的时间长一点，也可以说长久使用。有些同学来到中国以后，就觉着中国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国家，而且呢，在中国生活也很快乐，交了很多朋友，舍不得回去了，就想在中国住的时间长一点。我们也可以用长久来说，也就是长久住下去。看过这两个不同的搭配，有没有发现悠久和长久在使用的时候还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悠久一般是用在这些名词的后边，悠久的历史，或者说历史悠久，或者说传统悠久、年代悠久，对不对？而我们的长久它一般呢是用在表示动作意味的词的前边，非常好。下边呢，我们就来看几个例子。第一个，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说的是中国的历史年代非常久远了，所以我们在这里用悠久。其实如果大家读的文章多了的话，这些都是可以脱口而出的，不需要刻意去记忆的，因为这些都是一些常说的固定搭配，或者说它就是经常使用在一起的一对组合。再来看第二个例句，靠金钱维持爱情是不可能长久的。在这里我们用的是长久，说的是这个爱情它维持的时间不会特别长，所以我们用第二个词长久。再来看，到你们的练习时间了。我这次回国有一个比较什么样的打算？说打算对吧？时间长，所以应该用的是非常好，长久的打算。所以到这里总结一下，如果说年代非常久远，我们用悠久，都是一些比较抽象的概念，而且是年代非常非常长的。如果你是强调时间长，我们就用长久，非常好。再来看最后一个，北京什么样的文化吸引着很多游客？在这里应该用的是，应该用悠久，刚刚也给大家总结过了，是不是？说的是年代长，所以用悠久。好，我们再来看今天的第三组词，丰盛和丰富这两个词不难，说一说你们就知道了。丰盛它形容的对象只说食品、酒还有菜，
也就是你吃的东西、喝的东西。而丰富呢，它形容的对象可不一样了，不是吃的，而是一些物质方面的、精神方面的，相对来说，就更抽象了一点，对不对？那我们再看有什么不一样的搭配呢？丰盛一般说的是饭菜比较丰盛，或者说丰盛的宴席非常好。在中国去做客，或者说有人结婚的时候呀，这个饭菜呀都是非常丰盛的，在这里只能用丰盛。而丰富呢，它经常说的是知识丰富，资源丰富，还有我们的生活也非常丰富。说的呀都是一些除了吃的以外的方面，可以这么理解。但是丰富呢还有第二个用法，也就是用在名词的前边，其实呀就是除了吃的那些名词，基本上都可以用丰富来形容。好，看完了这两个词的区别，我们看一看例句。昨天的宴会非常丰盛，在这里说的是吃的那些东西，所以呀我们用丰盛。第二个，这本书的内容十分丰富，判断一下第二个例句当中有吃的吗？没有，所以我们用丰富。再来看第三个，给你们来做一做。他已经工作很多年了，有什么样的经验？同样是说，很多，很丰富，非常好。在这里同样也是要用丰富，因为呀，这个经验可是和吃没什么关系。我们再来看下一组，丰盛丰富，你们都明白了吗？考一考，哪一个是用来形容饭菜的呢？丰盛，非常好。除了饭菜，我们就用丰富。下一组是充分、充足。它们不一样的地方呀，这个充分是说有足够的东西，而充足呢，它一般强调的是数量多，可以满足你的需要。这是从词义的方面来理解的。光看词义，有时候说词太多了不好记，没有关系。我们来看一看它呀，经常和什么样的词来搭配。充分呢，它表示的是足够的意思，后边呀经常会加一些抽象的名词，同样呢也可以加动词。但是充足不一样，它在句子当中经常做的是定语和谓语，也就是主干的那些谓词部分可以用充足来充当，而定语呢就是去形容一些名词之类的，它呀也是可以的。只要是说数量多的，可以满足你需要的。比如说问你时间够不够啊，你说时间够，是不是可以满足你的需要？所以我们在这里用的就是充足的时间，说明时间呢可以满足你。我们再来看有哪些搭配。充分呢，一般后边说加的是抽象名词或者动词，以动词居多。比如说充分证明，他说的话充分证明什么什么是对的。充分利用，把它呀所有的这些可以用的地方呀都用起来，我们叫充分利用。发挥，都希望大家在考试的时候能把你们的水平都发挥出来，这个叫充分发挥。这些呀都是动词类的，这是第一个充分的一些固定搭配。再来看我们的充足呢，说充足经常可以做定语或者谓语，对不对？它呀说的是这些东西能够满足你的需要。要举行一个项目，要策划一个项目，要实行了，你需要有足够的钱，我们说经费充足。还有这个住房子都想住南边的房子，朝南的，为什么呢？
因为呀，有阳光能够满足你的需要。我想要阳光啊，可以早上照进来，对不对？这个叫光线充足。农民他们最关心的是种了庄稼有没有足够的雨水，能够让庄稼成长起来，这个叫雨量充足。所以呀，这些词的意思，它们侧重的一点就是这些什么钱啊、光线啊，或者说雨量啊，能够满足你的需要，我们呀就用充足。而如果后边基本上说的是这些动词要完完全全的把它都用到，把它都发挥出来，这个呢我们用的是充分。看一看例句，因为准备充分，所以这次考试成绩很好。在这里是说，你有足够的准备，你的准备呀，非常非常的充分，所以呢，你的成绩就很好。在这里呀，我们说大家呀，还可以从它的词义来理解一下。是说这个准备非常充分呢，还是说准备的数量多呀？说到数量嘛，肯定要有一个量，对不对？所以呀，通过这个词义也可以知道，更适合的是充分。再看第二个，这个房间的阳光充足，说的是房间里边的阳光。可以满足你的需要，你想要很多的阳光，正好呢，这个阳光呀也非常好，所以我们说阳光充足。第三个，我们要怎样利用这个机会拓展市场？应该是后边是什么？利用是动词，所以我们用充分，非常好。再看最后一个，我们需要有什么样的经费来保证这个项目按时完成？什么样的经费？它是一个做定语成分去修饰这个名词的，所以可以判断应该是充足，非常好，有充足的经费。这个是充分和充足之间的区别。再来看自豪、自满、骄傲这一组词。刚刚我们说看这个形容词呀，它也是有感情的。这三个词就是这样子。自豪呀，它的反义词是自卑，还有一点不太相信自己。那自豪的意思就是很相信自己，感到非常的光荣。这个自豪是褒义词，只用来形容好的东西。自满呢，它是相反的，它是一个贬义词，说一个人自满呐，不是夸他，而是说他不好，说他呀，只是满足于自己的成就，然后呢，就有点得意忘形的感觉了。骄傲，它呀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词，既可以做褒义词，也可以做贬义词。具体呀，就看你看到的句子是什么了。比如说，我为祖国的繁荣而感到骄傲。祖国的繁荣当然是一个非常正面的形容的对象，对不对？所以这个骄傲是褒义词。而贬义呢，就是认为自己非常了不起，有点像自满这样，但程度没有自满那么深。就是说他呀是一个经常容易骄傲的人，有了一点成绩就骄傲的不得了。在这样的句子当中啊，这个骄傲它呀就是一个贬义词，有点说这个人呢，有了一点成绩啊，就比较自以为是了，觉得自己了不起了，这种人也可以用骄傲来形容。再看这样一个例句，他为有这样一个好儿子而感到十分自豪。在这里其实也可以用骄傲，因为在这个语境当中说的都是好的东西，所以呀用的是褒义词。由于产生了自满情绪，影响了学习的进步。影响了进步，那其实说的就是没有再进步了，对吧？
说的是一个不好的，所以我们用自满情绪。最后一个，他有了一点成绩呀，就骄傲起来了。说这个人呐，有了一点成绩就喜欢夸自己，就不是一个很谦虚的人。大家都知道，这个中国人呐，非常喜欢谦虚自谦一下，对吧？不太喜欢那种骄傲自满的人，所以也可以通过这个反义词来判断一下它们的意思呀，还是有区别的。而用法呢，也可以通过这些感情色彩来去判断应该选择哪一个词。好，讲解就到这里了。我们接下来呢，做2个练习。先看第一个，我们说做练习之前呢，再提醒大家一下，我们做练习最主要的方法是什么？排除法，非常好。我们来看，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需要付出怎样的劳动，来不得半点什么。同时，科学也需要创造，需要想象，这样才能打破传统的，才能获得发展。第一个，我们说看排除法，对不对？那在这个小段落里边呢，老师找到了一个来不得半点儿，需要付出辛勤、痛苦、艰辛还是艰难的劳动？应该不是痛苦，这个从词义方面就可以判断出来。说形容劳动一般都是说非常辛勤、非常勤劳、非常艰辛这些都可以。所以第一空很难判断出来应该选哪一个。那我们看第二个，来不得半点什么，是否定掉它了，对吧？所以呢，说的是贬义的，说它不好，来不得半点，记住了，后边加的是不好的事情。那所以我们来看看第二个，有虚心、虚伪、虚假、虚荣，哪一个词说的是不好的？虚伪不好，虚假不好，虚荣也不好，只有虚心是好的，对不对？所以我们排除了 A 选项。刚刚又说这个痛苦的劳动也不常见，其实 B 选项也是可以排除掉的。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所以呢，这种老老实实的意思是什么？你需要一步一个脚印的去做这样的事情，对不对？需要付出。刚刚我们说这个辛勤可以，但是通过这个来不得排除掉了 A 选项。那痛苦呢？没有这样的搭配，所以 B 也排除了。我们再看 C 和 D， 艰辛和艰难。这个老老实实它强调的是什么？需要你付出，需要你辛苦的去劳动才可以，没有说艰难。艰难是说这个事情有难度，但是呢，在这里我们说的是要老老实实的做学问，不是说它难，而是说你要一步一个脚印，强调的是老老实实，对吧？要按部就班的来做。所以在这里其实是可以排除掉这个艰难的。艰难一般说这个艰难的路途艰难的旅途，对吧？说的是有困难，我们强调的是困难，在这里没有，所以我们排除掉了 B 和 D。到这里呢，其实基本上也就可以得出来是 C 了。我们再来继续看，需要创造，需要想象，这样才能打破传统的束缚。打破什么样的束缚？这是一个固定搭配，也请大家记下来，放在这里没有问题。这样呢，才能获得发展。这样我们的答案也就出来了，应该选择的是 C 选项。好，再来看今天的第2道，也是最后一道题目。说的是九寨沟。九寨沟是水的天地，九寨沟的水是人间最怎么样的水？无论是宁静的湖泊，还是飞泻的瀑布，都是那么神奇迷人，令人怎么样？水构成了九寨沟最富魅力的景色，
是九寨沟的什么？很多个空，对不对？有3个。第二个呢，又有一个成语，给大家的是络绎不绝、川流不息、锲而不舍、流连忘返，令人。其实这是一个固定搭配。如果大家经常去读这样的文章的话，其实通过这一个它的一个常用的表达，你就可以得出来答案了。我们看，首先呢，用排除法，对吧？先说九寨沟的水是人间最什么样的水？看一看给你的4个选项：清洁、清晰、透明和清澈，哪一个可以形容水？清晰说的是能不能看清楚，所以不选 B。那清洁呢？清洁呀，它一般是说去清洁卫生之类的，也不会说是最清洁的水，没有这样的搭配。所以我们用排除法，第一空通过这个形容的是水，我们可以说它是透明的，或者说清澈的都行，排除掉了 A 和 B 选项。那接着往下看，第二个刚刚说的固定搭配，神奇迷人，所以你就舍不得离开了，对不对？就是令人流连忘返，意思就是非常留恋这个地方的美景，都忘记了回家了，忘记了离开了，这个叫令人流连忘返。一般就是形容一些美景的。所以在这里基本上锁定我们的答案就是 D 选项。再来看第3个，水呢构成了九寨沟最富魅力的景色。水非常重要，是九寨沟的什么？精神、灵感、心灵还是灵魂？非常重要的东西，其实我们经常用灵魂来形容。你看2个人都说这个找伴侣都要去找灵魂伴侣嘛，就证明它是最主要的、最核心的，所以我们用灵魂。最后答案也就出来了，是 D 选项。好，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的第2个练习。接下来再看我们今天最后一道练习。做完这道练习呢，也希望可以通过它来巩固一下大家今天的学习内容。文字比较多，我们慢慢的读一读。电影和城市有密切的依存关系。城市是电影的经济支撑和场地。第一个空给你有根源、根据、基础和来源，你来想一想应该怎样去用排除法来做它。而电影对促进城市的旅游，促进城市旅游、城市文化以及城市和企业的宣布、传达、介绍、宣传，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用电影引领城市，可以强化城市文化功能，营造什么样的城市文化氛围？第3个呢，给你和平、和蔼、和睦、和谐四个词，提升城市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从而怎样城市的综合竞争力？首先用排除法，对不对？看完之后，在这里老师给大家标红了一个地方，这是这道题的一个突破口。在做这种题的时候呢，一般先浏览，对吧？看一看这4个空前后都是什么内容，哪个空比较容易出答案，我们就从哪个空入手。说它容易营造什么样的一个文化氛围？和平、和蔼、和睦还是和谐？在中国你应该知道这道题目的答案。我们经常会说和谐社会，和谐的社会氛围，对不对？所以这4个词非常明显，一个词就可以得出来整道题目的答案。我们来看一看什么样的文化氛围。首先呢是和平，想一想它的反义词是战争。那在这个语境当中有提到是说
说这个地方和平，还是说有打仗这样的意思吗？没有，所以其实和平说的是，非战争状况下，我们现在都处在一个和平的社会、和平的世界，对吧？没有战争了。再看第二个和蔼，和蔼一般用来形容人，和蔼的老奶奶、和蔼的老师这样子，所以不可以用来形容文化氛围。那和睦呢？考考你，和睦一般用来形容什么？和睦，它的反义词，如果你不知道它形容什么，就去想反义词。和睦的反义词是争吵，它说的是，这两对是一对关系，两个人的关系怎么样？这个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怎么样？朋友之间的关系怎么样？有没有经常吵架呢？如果不是经常争吵的话，那他们就是一个和睦的关系。所以这三个都不能放在这里去形容这个文化氛围。我们说是什么和谐社会，对吧？所以和谐说的是很多不同的部分它们都非常协调，在一起配合得很好，这个叫和谐。放在这里没有问题，因为它有什么旅游、文化、企业、电影引领城市，强化文化功能等等，是说的不同方面，对吧？所以它是一个和谐的文化氛围。那再把其他几个词带进去，城市是电影的经济支撑和场地来源，没有问题。根源就是最根本的东西，放在这里不合适，只是说这个电影这个城市拍电影的时候，可以从城市来取材，对吧？可以在城市里拍，所以它是一个场地来源。而对促进城市的旅游、城市文化以及城市和企业的宣传，促进宣传，这是一个固定搭配，没有促进宣布这样的说法，也没有这些什么促进介绍这样的表达。促进什么什么样的宣传，固定搭配，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然后第三个，营造和谐的文化氛围，没有问题。提升城市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从而增强城市的综合力。经常会听到增强综合国力、增强综合竞争力等等这样的表达。力嘛，有力量，所以是用来增强的。你不能增添力量，不能提炼力，不能推广这个什么什么综合竞争力，对吧？在这里只能用增强。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课程。最后呢，祝大家考试顺利，我们下节课再见。